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本波测评，我是许亚军。今天给大家做一期2016年年度最烂网红衣服评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今天我们找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草原，然后我们可能踩了一些啊。 但我们走的时候会给大家浇一些人工的发灰，以表达我们的歉意。那今天呢，我们买了5件衣服，这5件衣服呢，分别来自于5个2016年最火的这个电商网红。我们是根据淘宝的售后评价来综合对比的。那第一呢，就是雪梨的店铺评分全部是4.7，4.7的评分之前我们说过，算是在淘宝店铺当中非常低的了。 如果你到4.5了、4.6了，那你这家店基本上也别开了啊。雪梨呢，近半年的好评是470136，中评是3611，差评是4299。那它是近半年来最多差评的一个网红啊，超级网红应该这么说。那排第二呢是张大奕，张大奕店铺评分呢，全部在4.8，然后近半年的好评在515290。 中评是4567，差评是2448。它总体的这个销量要比雪梨要多。其实呢，可以说他们俩差不多，不分上下。那第3位呢，就是大金。大金的店铺是4.8、4.8、4.7，近半年的好评是155431，中评是2139，差评是1269。 然后第4位是033，033也是一样啊，只有4.7，全部是4.7。然后近半年的好评是226001，中评是1470，差评是1560。然后最后一个位呢是腾宇家，腾宇家的分是全是4.8，近半年好评是244151。 中评的763，差评是506啊，所以在我们这5位网红当中的总体的好评率是算是最好的，中评、差评都没有过1000。这个是根据他们总店的半年的好评率，是半年的，那不是全年的，大家要记住啊。OK，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排名，就是根据它30天内售后率来排名的，就是说1个月之内它的店铺的售后率是它整个店铺的退货率。最高的呢是张大奕57.58%，什么概念？100个人买他们家衣服，有将近58个人退货。其次的呢是大金49.10%，那将近50%。第3位是腾宇家，腾宇家呢30天售后是42.47%，然后是033。 40.81%，最好的是雪梨，雪梨的30天是37.71%。那雪梨呢占了一个第一，占了一个最后。 OK， 那好，那我们从这个差评数来测。首先呢，我们先测评的是雪梨的店。雪梨的店我们刚才讲了，差评有4299。OK， 那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看我们买他们家的一件差评最高的一件衣服，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那这件雪梨家的衣服呢，是价值149块钱的毛衣。OK， 150块钱，说实话不是很便宜的价格，这个我非常清楚啊。 像这种普通的毛衣，在广东的话，绝对不会超100块钱。我看评论里面最多的问题就是衣服缝接口的地方有这个破洞，有很多。还有就是说这个衣服20天才发货，这个20天的发货的时间在网红的店铺当中是很常见的啊，有的甚至1个多月都不给你发货。还有一些呢，就是主要在于说这个衣服变形。 穿一下洗一下就变形了啊！变形和脱线这2个原因呢，之前我们讲过。变形呢，主要说它这个衣服用的面料特别差；脱线呢，就是手工这个做工差。毛料确实是很普通的毛料，没什么可说的，又特别便宜的，而且松松垮垮的。你可以看到，我根本没有用力啊！我拿个手机啊这么一拉，你可以看到。 变形其实一定要洗了以后才能感觉到，因为洗衣机搅一搅啊，洗一洗，它这个料子不好，回弹率特别低，那洗洗就变形了。下摆，你随便拉一下，看到没有？已经出那个褶皱了，还不是褶皱，就是已经变形了。日常我们穿衣服，随便胳膊动一下或者弯个腰，它跟扯的这个力度差不多，基本上可以证明说它确实有这种存在。你买回去以后随便洗2下，一件毛衣。 可能你穿个1个月以后变成一个裙子了，反正这个颜色也挺那个什么土的，我不太喜欢。其他的问题嘛，倒还好。一件衣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变形、缩水，这个问题是做毛衣的
这是最基本的工序。如果一件毛衣连最基本的缩水或变形都解决不了，它就是屎。所以大家也不用想它什么啊，它这个设计感还不错，怎么样？那就是屎，屎就是屎，给屎上包了一个特别精美的包装，它还是屎。第二件呢是张大奕的，它的差评率呢仅次于这个雪梨啊，是一件特别薄的一个针织衫。你看到啊，我揉一揉就揉成一把，还没有我们家毛巾大，112块钱，挣钱真容易啊！这个我们在广东做毛衣的时候，35块钱一件，不还价啊，还价我就走了，100多块我的利润啊！那这件衣服呢，买家很多评价都是说起球，穿一下这胳膊啊，或者是这个下摆都起球。起球呢，那必须得穿几天以后。哎，我们随便这样揉一揉，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毛，这个就能体现出它这个衣服确实很容易起球。你想，我们正常手揉一件衣服没有很大力气，然后手上又不是说手上全是刺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待会给大家看特写。正常我们这样揉，这是一件刚买的新衣服，我用手这样磨个几十下，它就起球。那你想一想，整天我们一天走路的话，可能要上千次摩擦。你想那起球是什么样子？袖子这一块有一个抽丝，而且断了。我们做毛衣那边叫抽筋，哎，抽筋了，袖子抽筋了，然后断了。然后袖口这一块的线头也是没处理。然后包括这个领着胳膊的肩膀这块也是线头没弄，缝扣子这一块的接口，然后这块线也是抽丝了。它这一块做工有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领子的交接处和肩膀的交接处不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傻逼、非常智障的一个问题。只要是你做毛衣的啊，像我们当然学毛衣这是个基本功，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没有对齐，这是个严重的做工的问题啊。可能他们就觉得无所谓吧，反正啊就骗你们钱嘛。那第三件呢是大金的，也是一件毛衣。这个毛衣第一感觉就是硬。那它这件衣服呢也是149块钱。哇哦，这个毛料我家里面还有一件啊。我当年在广东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件给自己穿，因为那件衣服没人要了。因为为什么没人要呢？因为被我做坏了。这件衣服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不，这可能是他认为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硬。它的硬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这可以给我那几个哥们当保安的哥们给他们拿去当防弹衣、防弹毛衣。看到没有？这个袖子啊，随便打，一点都不会变形，一点都不会动。所以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硬啊，硬度厉害了啊，铁一般的刚硬。还有这个下摆非常硬啊，这个穿在里面，一定非常爽。好，那这件衣服呢，很适合这种做保安的、做武警的，以及做什么特种兵他们来穿啊。149块钱买一件防弹毛衣还是挺值的。那这一件呢是033的，033这个抄袭王，我们看看它这一次是什么衣服啊？这个跟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吃菜市场，菜市场里面总会有一些大妈摆着一个那个钢丝床。然后钢丝床上面乱放了一堆衣服，你也不要看码，你也不要看什么这个设计，10块钱一件，10块钱一件，不讲价啊。然后也不让你挑，拿的是啥是啥。哎呦，胳膊还有签名呢，哇，厉害呢啊！033这件衣服呢也是149块钱啊，我估计他们定价都是商量好的，149啊。这件衣服呢，所有的评价都是说掉毛和粘毛，哎，它最神奇一点就是说。它里面掉毛，外面粘毛，它掉的是自己的毛，粘的也是自己的毛，哎，牛逼吧？现在我们刚拆开，什么都没弄啊，什么都没碰啊，我刚拆的啊，上面一层小小的黑毛，这个小黑毛是谁的呢？我也不知道，满身都是这个小黑毛，而且是那种特别细的那种，像那种绒毛一样，领子上面一个带子，有那种老人家穿那种棉鞋，你知道啊，跟那种棉鞋的鞋带子一毛一样，鞋带都粘毛。厉害不啊？它里面是有一层棉，那它是为了保暖性啊，心意是好的，但是用的那个保暖的那个棉太烂了，真的是你们买运动服你们知道啊，那种最便宜的那种运动装，里面用的就是这种，好多评论都说洗完了以后更恐怖啊，因为这种小毛是洗不掉的，你只能用那种粘毛的东西来粘它，这种呢就是越洗它粘的越多。如果你跟一件黑色的来洗的话，那这件衣服就别要了。切记，这种衣服千万不能跟黑色或者跟其他有颜色的衣服来一块洗。还有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个下摆，
也是全部都粘毛。而且它的一个标上面还厚颜无耻的写上75%的棉，这是棉，好吧？这件衣服呢，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它粘毛。如果你们喜欢粘毛的呢，就可以买这件衣服啊。好，最后一件呢是腾宇家的，也是一件毛衣，138块钱。哇，是一件红毛衣。好，腾宇家这件衣服呢，是件看着能晃瞎眼的大红色。那这个胸前呢有一根抽筋，而且断了。这件衣服呢，很多买家说起球严重啊。毛衣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多多少少毛衣都会起一点毛，但是你如果拿回去穿1天就起毛，你这个真的没有理由。哪怕再差的衣服，你也不可能穿2下就起毛了，对不对？哎，晃瞎了我的双眼。主要就是网友主要吐槽就是说它这个起球太严重。有一个买家说，他去学校穿了一下午，然后回来2个袖子就已经满是那种毛都可以拔出来的那种。所以呢，起毛呢就是他这件衣服最大的问题了。好，那今天我们这5件衣服的测评结果呢，显示是雪梨这件衣服呢是最差的。不但是很多网友评论说衣服买回去洗一下变形，那我们测试呢也显示它有变形的这种可能。然后它的做工呢也确实很差，我们买回来就有这种破洞啊，以及抽丝，以及它这个本身的毛料都非常差。第二差的呢是033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我真的毫不夸张，真的像街边小摊卖这种几十块钱一件那种。那种仿的那种假的那种运动装，外面的面料非常粘毛，里面更粘毛。然后第三差的是大金这件衣服，硬的不行了，这件衣服这么硬，当毛衣穿实在是很不舒服。这个衣服的颜色真的非常难看，一点都不夸张。第4件呢是这个张大奕这件衣服，其实本来还挺不错的啊，但是它的做工有严重的错误，这几件毛衣当中算是最容易起毛的，用手随便搓一搓就起毛了。最后一件腾宇家这件大红色毛衣呢，除了会起毛之外，我觉得相对而言还凑合。所有的衣服呢都有个共通点，第一，线头基本都不处理，然后呢是起毛非常严重，这件衣服都起毛。这种烂衣服根本不配拿出来卖啊，只配烧了。还能烤个火，也当是废物利用一下啊。为什么要烧网红的衣服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干的是有点极端啊，估计又会有很多网红来骂我，但是我不怕，毫无畏惧。哎我操！但是这个火有点热，我就要把他们这帮网红干的这些对不起良心的事全都爆出来。这帮没有良心的网红，整天把粉丝当提款机来骗。网红呢，他们卖假货、卖吃货，欺骗粉丝。粉丝很多时候买到假货，只有2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去淘宝店找客服，找他们处理，但是他们一般给的解决办法就是能推卸责任就推卸责任，要么说你自己的原因，要么就是说这个衣服本身没有缺陷，是你自己洗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穿的问题。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去微博找这个网红，找他理论，他要么把你黑名单了，找水晶来说你是黑粉，诬陷他的。哪怕网红每天去卖假货，但是依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个人能够去帮助这些粉丝来维权的。网红一年卖几个亿的营业额，纯利润有上千万，但是很多网红却说我们人手不够，没有人才，我们这解决不了，那解决不了，我们发货慢，我们没有资金，没有。他挣了几千万，你问他几千万都去哪了？骗了粉丝那么多钱，但是从来没有想说把质量提上去。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帮你们这帮粉丝当他妈傻逼来看，他就觉得你们这帮粉丝就是傻逼，就是好欺负，就是好骗。我哪怕整天卖假货、卖次货，但是你依然有人买，依然有人上当，我依然有利润赚，我为什么要去把质量提高？很多粉丝买完了以后呢，他觉得哎呀，反正我这上当了，我大不了我以后不再上当了，反正这个也不是很贵吧，几百块钱，我随便穿几个月我把它扔了。但是你没想过，正是因为你们都不说，所以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当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都上当受骗了，但这个网红依然没有问题，依然不会出事。你们都是他们的帮凶，即使有一天你们愿意出来反抗，愿意出来维权了，但是依然没有关系。他换一个品牌，他依然可以骗。从今天以后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要管，我们本墨测评要来管这个事情。以后所有网红干的任何事情，我们本墨都要去一件一件的给他揭穿，这就是我们本墨存在的价值。你他妈个骗子，每天晚上都在胡言！你他妈个骗子，每天晚上都在胡编！你他妈个骗子，每天都在对我欺骗！你他妈个骗子，晚上出现在起点！我信你个锤子，老子每天都不看脸，我手头拿起遥控板，我看到你都还。
还说得个几板棒，我看到都烦。每天都要扯18-9斤都扯不完。